你見他第一面，你想對他說什麼？白了個白。你想對他說什麼？嗨，我是。Hello，老謝，他們有話要跟你說。你說吧。白了個白。白了個白怎麼說？沒有。你想說什麼？打招呼，正常打招呼就好。七夕節過來約會。對，特意過來找你了嘛。大家好，歡迎来到離線玩家 online 頻道。這個場景前一期視頻大家應該已經見過了啊，非常熟悉啊。我們現在還在武漢。OK， 今天我們又是老機型的複評了。我手上的就是華為 Mate 80 Pro Max。電池電量是99%，我這台是 OPPO Find X9 Pro 啊，就跟我用的机器是一模一樣的，然後它的電池健康度是100%，這個參數我就不過了，好吧？哎呦，這台呢是小米17 Pro Max 啊，電池健康度是99%。哎，昨天晚上有個人啊被我折磨得不淺啊。你賣給我吧。是這樣的，朋友們啊，就是昨天晚上空調太冷了，然後加上可能這個來回旅途奔波，身体有點抱恙啊。但是这其實還好的，但是更讓雪上加霜的是某些王八羔子。昨天晚上打呼噜跟他上甘岭似的，讓我半夜就是輾轉難眠，而且我給我熱的把空調給我關了。但確實我們那個空調它那個太冷了啊，開到27、8度還是感覺很冷，也不怪你好吧，我就這次就原諒你了。加上可能有一點舟車勞頓啊，今天你就少說點話啊。那麼相關的設置和流程呢，其實我們現在也是不知道的啊。反正到時候會打在這邊，好吧？約了一個神秘大 UP 主，聯合頭條應該你能看到了，就他帶我們在武漢玩1天，好吧？我們根本就沒有安排很多的行程啊。應該是半天了，現在已經12點了。那我們先開始找一下信號吧。好的，開啟我們在武漢的第一個體驗，好吧？現在是信號，三台手機全都是聯通卡呀，然後三台手機的自動亮度我們已經全都重新開關過了，可以看到中間的華為 Mate 80 Pro Max 是非常亮的啊。來吧，發送一下，拍了1分鐘微信視頻，3、2、1，點。華為經典，它就已經開始導出了，其他3台手機都要導出的。好，華為 ，OK， 華為已經發完了 ，OK。其次是左邊的小米，右邊的 OPPO 是最慢的。我們繼續再下載一個 1.6G 左右的安裝包啊，來，3、2、1，點。我們來看一下武漢速度，還可以誒，3個手機都有20多兆，難分伯仲了，家人。對，只有屏幕亮度那個差距了。OK， 華為下完了，接下來應該是小米了。看它跟 OPPO。OK， 小米先下完了。華為下完之後，小米的速度提升了挺多的。對，但是 OPPO 這邊並沒有很多提升，還是在18、19、20的樣子啊。但它也沒有慢多少吧，還可以。信號就體驗到這吧，這個抖音就不刷了，畢竟有些人身體不好，不能老一直刷嘛。那個環節我們之前也找過了嘛。我再強調一下，我們華為更新的是這個測試版的系統啊。OK。我前一陣稍微用了一下，感覺也還可以，看看今天能不能發現什麼 bug 或者體驗特別好的地方吧。OK。那我們現在就打遊戲。就王者直接10v10好吧，畢竟也是在室內嘛，這也比較涼快了。他剛剛說這邊也還涼快，真的嗎？我看到我們兩個好像都出汗了，是我們胖的原因嗎？這個人衣服上是什麼東西？是不是汗嗎？這是水啊，剛才喝水漏的。就他剛漏的。但是漏的。確實也蠻熱的這裡。好，漏的。這裡大概有30度吧，我體感應該是30度，外面是34度啊，現在是。它這邊的大堂好像是沒有開的，沒有開空調。現在手機的最高畫質都是120加最高的畫質啊，華為也是一樣的。你為什麼要強調？主要是它在某些遊戲上面有些特殊。遊戲已經開始了，只有中間的華為比較亮啊，左右2台都比較暗，然後 OPPO 感覺是最暗的，沒有，它剛剛又提升起來了。你現在小米是最暗的了，我手動。對，你們把它統一一下吧啊，跟華為看齊。刚剛聽了一下3台手機的外放啊，這個小米呢就是最小的啊，你最小了，小米啊。然後華為呢是最大的 ，OPPO 跟華為差距不是很大。遊戲進行6分半的時候，華為率先90幀。OK。別急啊，我也90了。OK， 你呢？他們兩個說完啊，小米就回到120了。我剛剛打團的時候是觀察到了96幀的，現在是111左右，你死了。那你們都開一下吧。已經開了，華為。OK， 回去了。開完遊戲模式之後，真的已經回到120了。我開了一下，但是它還是110多。你現在已經開120了，回去了。行。這把遊戲12分鐘了，我怎麼又90了 ？OK。但我覺得這裡確實不熱呀。
有30度真的差不多。这手机确实挺热的，可能这个测试版还调的不是很好吧。小米就一直是这个100到110帧之间波动啊。OPPO 玩的很爽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点烫啊。但也不知道多久会掉到这个90帧，感觉应该能撑到游戏结束了。他开了游戏之后，感觉调度还是蛮猛的。这把游戏现在14分鐘了，這個小米好像鎖90了，又好像沒鎖，90多點，95的樣子啊，而且挺燙的。這把遊戲現在16分半了呀，剛剛在團戰的時候觀察到了這個小米17 Pro Max 有一個70幀，它現在也就90，93，現在也就90多點，給你燙一下。哦，確實有點熱。這把遊戲打了很久啊，18分鐘，我的華為最後開了性能模式，也只苟住了90幀，最低也沒有再往下降了。小米就是個心電圖，最後水晶保衛戰的時候看到了一個60幀，就也沒有維持很久，但是最高也維持不了120啊。OPPO 開完遊戲模式之後，一直到遊戲結束都是120，非常的穩啊，這就有點燙。我的 OPPO 現在還有92的電。華為93，小米也是93啊，今天已經用了31分鐘的手機了。接下來我們就打個車去武漢的市中心啊，我們今天晚上在那邊也訂了個酒店，可以再折磨你一晚上。在去市中心的路上呢，會用高德地圖車載導航看一下他們在武漢的導航表現。好的，我們已經上車了，然後距離比較遠啊，可能要40分鐘的樣子。這個路中呢，我們就觀察一下啊，跟大家到時候說一下，會有些拐彎的時候啊，我們就跟大家聊一下啊。我們已經行駛了一段路程了呀，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中間的華為它的車道是不太準確的，而且它轉彎這些都會稍微的會慢一點點啊。比如說我們現在，我們其實是在中間車道的，你看只有它在左邊的車道，並且還開出去很遠了。比較準的是小米啊，它是在中間車道稍微出去一點點的。OPPO 呢也是出去了，但是它車道是對的。我們在中間的這個車道了，正在左拐。看華為就感覺這邊，好，它車道又錯了，我們是最左邊這個車道的。OPPO 也改歪了，但是華為就一直是在左2的這個車道呀。我們一直是在最左邊車道行駛的，但是中間的華為又蹦到左2去了。哎呀，就是它怎麼一直在對的上面，它還可以變錯的，就不是很懂啊，有點莫名其妙。我們現在準備進一個岔路口。OK， 引進還沒進啊，華為是慢一點。OK， 確實是會感覺稍微慢一點點啊。啊，他又到左邊那個車道去了。他為什麼會要到左邊那個車道呢？就是他老是會自己變到我們不在那條車道上啊。已經到我們的超級的大廠房了，我們在辦理入住啊。等一下給大家總結一下導航表現。沒有讓他們如願住上超級的大廠房啊，是2個上下鋪。OK， 電競酒店，因為今天是七夕呀，雙人節好難訂啊，朋友們。3台手機的導航表現還是挺好總結的，我覺得是 OPPO 的最好，對，華為的會稍微差一點，因為它的車道總是不準。翻車情況有點多，小米的車道偶爾也會不準的，而且華為跟我們的實際程度來說也會落後一些。有可能是因為你更新了那個測試版啊。對，今天導航比較久啊，有36分鐘。現在 OPPO 還有87的電，華為86，小米也是87的電，差也差不多啊。我們在這裡先等一下我們的神秘嘉賓吧。好 ，OK。再決定我們接下來幹啥。我現在已經在樓下了，你見他第一面，你想對他說什麼？白了個白。你想對他說什麼？嗨，我是。你們要是一會兒，我還是收斂一下好嗎？畢竟我這是很內向的人。他不是。內向哪裡啊你？我是一個很單純的人，我一般不說話。一會兒你就出順口溜好吧？他難度好高哦。好。Hello， 老謝。哇靠！等一下。Hello， 他們有話要跟你說。你說吧。白了個白。白了個白怎麼說？沒有。你說什麼？正常打招呼好。七夕節過來約會。對，特意過來找你了嘛。哇，你好壯哦！你本人你好壯啊。說了，每個人見我生人都會覺得我操。哇，好壯啊！所以我說我200斤真的不是騙人的。你有200斤啊？真有，我真有200斤。哇，但是看着不像啊。這個是昨天閃擊發布會的一個
跟福建舰联名的牛逼，谢谢17充電寶，就做個伴手禮，七夕禮物，對，七夕禮物，我們4個對你的祝福，對，確實4個男人給我的七夕禮物。那你今晚就不要跟我們住了吧？我看，你吧，你走吧，好吧，你走吧。我们现在要照着地图步行导航的，应该是要去吃饭啊。對。壓力給到你了。X300 Ultra， 然後看一下它的 GPS， 媽呀，對，已經成這種幀率了，大家可以看一看。為什麼我覺得中間這一個它的地圖顯示都不太一樣，它的路線不太一樣？那哪一個對一點呢？然後呢，屏幕最右邊的最暗的，這果然是 OPPO 啊，對啊。咱們現在應該不在這個馬路上，在馬路的這個裡面，所以我感覺你這個是不是有點偏出去了？這兩個人想黑我，讓人仔細的研究一下，華為的位置是最正確的。又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了，是吧？走吧。往前走到這個路口了呀，這個小米和 OPPO 啊都是到路線上去了，位置已經不太對了，只有華為還是在那個定位上的。OK。但是華為的路線有一點點奇怪啊，它我們往回走去，從那邊過馬路，但是這兒明明就有人行道。對啊。太遵守交規了呀。老謝，你覺得是哪個位置比較對啊？OK， 過了這個馬路啊，導航讓我們往右側走啊，我們還是往前走。往前走能走嗎？它這有條備選路線。OK， 都能走。好。有個本地人在這兒，怕什麼？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屏幕亮度，真的不用多說了吧？就這個亮度，你們怎麼用啊？我想問一下。所以一般就是手動拉滿唄。我自己用的也是X9 Pro 啊，然後確實這個亮度我覺得非常不滿意。過了這個路口走了10來米啊，小米先規劃，其次是華為，最後是 OPPO， 最後是 OPPO 啊！曉得了，快走吧。又到了下一個路口了，導航依舊是讓我們繼續前行，但是它有往右的備選路線啊，所以你就往右啊？對，我們是要向正確的方向走。感覺繞了個圈，老謝你覺得呢？好，說得對。走出了這個路口啊，3台手機幾乎是同一時間實時位置都正確了，但是還沒有修正到這個備選路線上面。我們繼續往前走吧。螢幕啊，剛剛說完，往前走了2米，又是這個路線啊，先是小米，再是華為，最後是 OPPO。我們的人生又出現分岔路口了呀！是你的人生。我決定不遵從導航的意志，往前直走，好吧？那他們呢？他們當然遵從我的意志了，走了。這裡風景還可以，朋友們。聽老謝說，這裡就是以前的租界吧？這是梧桐樹吧，老謝？梧桐樹哈。是，一到那個什麼春天的時候就非常刺激。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岔路口了呀，只能說我跟螢幕謀而不合啊。他們另外2台小米跟華為呢，實時位置都對了，但是我還是沒有變的，還是在我們原來規劃的路線上面啊。就是訓的，那我就往前走。你們想吃橘子就給你們買。好了，買橘子去了，買橘子去了。他們要吃橘子了。什麼？吃橘子，他就給他們買橘子啊。好了。OK， 你看這裡有一家店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誰老？你山的誰老？你老。你為什麼要攻擊我們的來賓？我要攻擊你。這條路已經走完了呀，3台手機都沒有規劃新的路線，但是呢，我們現在要依舊按照螢幕的這個意志往前走啊。左邊蔡鍔路。然後我們進去看看它3台手機到底誰會最先變化，好吧？主要是長沙也有蔡鍔路，好吧？確實感覺又回家了啊！確實。而且我有一個疑問，你說，我們今天有一個本地人在這裡，為什麼要聽他的？他們已經被我閉嘴，老弟喜歡上價值，你知道吧？好了，快。剛剛在這個分岔路口啊，因為這個螢幕的控制啊，我們往這裡面繞了一下啊。你也在這控制了？你閉嘴。因為這個路線太短了，3台手機都沒有重新規劃路線，只有這一小節。然後我們現在是又回到這個路線上面，跟着導航繼續走啊。你別想控制我了。到頭來還是要遵從我的意志，好吧？直接左轉。不是很想聽你的，老謝，你覺得他帶路帶怎麼樣啊？好。勉強遵從了螢幕的意志，拐了個彎啊，還是小米第一，然後華為第2 ，OPPO 最後。這個地方老謝說這裡是什麼？這很多人在這邊。就是那個美女打卡的地方， okay, 美女打卡的地方，有點像什麼？看一看。大陸酒店是吧？看過那個 Continental， 對，是不是感覺來到了上海啊？對，來到了上海。老謝剛剛說這一條街他經常會過來拍素材啊，大家有沒有看到什麼眼熟的地方呀？確實蠻漂亮的這個地方，品味還蠻好的耶。對。啊，你是準備開箱了嗎？啊，對，感覺這個是福建艦限量版的這個閃擊的一個什麼呀？磁吸充電寶，然後這個包裝非常華麗。我現在總結一下，其實非常好總結，3台手機表現非常一致，但是也有好壞之分。基本上無論是實時位置還是路線規劃，第1名小米，第2名華為，第3名 OPPO， 然後 OPPO 總是最後慢一拍那個，但是3台大差不差了啊。老謝你開反了，它底下是有個底座的。出來了嗎 ？OK， 好。這個館子是老謝帶我們來嘗的一個館子，但是他說他自己也沒有來過。
我话白说了，不好意思啊。本地人的这个基本的经验还是有的。现在我的 OPPO X9 Pro 还有81的电，华为还有78的电，小米还有80的电。 OK， 打吧，打产吧。OK， 打产就对它最友好了呀，我的华为依旧是60极高加超清啊。而且大概率会锁到45，看你的新版本会怎么样，好吧 OK， OPPO 呢就还是老样子，120帧加超清加至臻啊，就最高的画质拉满了。 ？OK， 我这个小米啊，跟 OPPO 一样的120加超清加至臻。行吧，开打开打，藕汤、藕丝、炝炒藕带，全都过来吃。藕嘛，怎么说？吃掉了一个哪吒，七夕嘛，哈哈哈，七夕。看一下这台手机的亮度啊，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华为还是会稍微亮一点啊。你们调的跟华为差不多亮吧？这个华为的应该是60帧哎，对，它更新的时候真的是60了。也没有开性能模式。对啊，还可以啊。捞到了。好的，朋友们，我这个 OPPO 不 Find 用躲呀 X9 Pro 不用躲呀。X9 Pro 率先阵亡了呀！这个团战只有77到80帧左右。刚才在没有这个打团战的时候呢，帧率也就是100几到115来回浮动。哎，它现在又回去了一点了。感觉也不是很稳，我就开吧，要不你开吧，你开电竞吧。此时此刻，小米是接近120帧啊。没有什么变化啊。 OK， 干嘛？华为这个性能设置里面有个超级帧率啊，我开一个试试吧，看看能有120吗？哎，但是蛮丝滑的，比之前要丝滑一点，是插针吧？不是啊？那就插了吧，反正我就60。这次这个仙人没能跳起来啊。X9 Pro 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呢，这个帧率也是没比刚才强多少，也是90、100、110这样来回浮动，比刚才真的强了多少？好吧，可以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吧。上了几个菜了呀，这把游戏也打了20分钟了，这个小米锁60帧的呀。来，性能模式。哦，回去了。OK， 菜已经上了一些了，朋友们，很好吃哎，真的蛮好吃的。他不适应，完全不适应，接不上了。这把金川山打了39分58秒，打了就40分钟不就行了吗？搁这。哦呦，偏要说，哎，饭也吃的差不多了，20来分鐘，哎，標準模式鎖了60，開了狂暴模式之後，後面一直都是120了。华為開了這個高性能裡的這個幀率之後，感覺可能有90、100左右，但是後面人一多的話也降了，也在60多吧。OPPO 呢就是那個半死不活的樣子啊。開完遊戲模式之後呢，也是90、100、100多，到最後遊戲結束的前5分鐘呢，又掉到了70跟80了，然後就遊戲就結束了。現在我的 OPPO 還有67，能看到嗎？華為59，小米63的電，今天已經用了2小時30分鐘的手機了，現在是下午的3點44分。飯還沒吃完啊，再放一會兒的個 B 站1080P 原畫直播，怎麼一進去就是這個畫面？是廣告，是廣告。OK， 廣告。OK， 朋友們，酒足飯飽了呀，我們看了30分鐘的 B 站的1080P 原畫直播，現在來打一下微信視頻通話呀。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有一個好的中間的華為啊，哎，它這一次好像沒有到之前那麼卡了，但還是會比其他兩台稍微卡一點啊。它的視野範圍比較窄一點，我感覺效果最好是左邊的這台是 OPPO， 右邊這台是小米。OPPO 的效果還是會比較好一點的，而且很無奈被我們拖來當模特。後置鏡頭其實跟前置感覺區別不是很大，為什麼？我感覺華為這邊有點抖，你感覺到了嗎？其實感覺還是有點卡，所以感覺這個卡還是有點點卡，但是沒有之前那麼誇張了啊。我覺得還是 OPPO 的效果會稍微好一點，但華為就是清楚，小米這邊就感覺有點糊啊。你不覺得？對，好糊啊 ！OPPO 這邊還好一點點啊，但是他們清晰度都是沒有華為高的，但是這一次確實沒有之前那麼卡了。我們就打10分鐘吧。老謝說要帶我們去網紅打卡，你說要去看美女，你現在又不承認了是吧？走啊，快走！某人去吃小零食了，那我們在這刷下信息流吧。3倍快樂啊！輪到你了，這次。確實。還是先看抖音啊！哎呀，手都操作不過來了。剛剛刷完10分鐘抖音了，哎，然後現在就我們要狠狠地蹭一波老謝的熱度，好吧？沒有熱度，沒有。然後我們現在呢是要錄像了，哎，我們在這個什麼地方？這裡是？是本地人嗎？不知道嗎？八公館，對，八公館。八公館。然後這邊有一些很漂亮的建築，這有很多的人拿着氣球在那邊錄像拍照啥的，我們就在這邊錄像拍照吧。我們也不去調那些什麼鏡頭那些東西了啊，比如說它能切換鏡頭，它肯定就能切換啊。OPPO 的這個屏幕太暗了，簡直了吧？我很難描述啊。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小米這邊，哎，我錄的4K 60幀，為什麼不？我得停一下了，看我拍的是不是4K 60幀啊？朋友們，是4K 60啊。它為什麼取景框這麼卡呢？
已经发热了，已经发热了吗？感觉其他的好像差不多热。对啊，它为什么就已经是只有30帧了？哎，我受不了了。行吧，我们往前走吧，那边很多人。为什么要他们两个走前面啊？不应该你走前面吗？不，这个。好。哎，就这一块。老谢，你觉得谁效果比较好一点？看取景框吗？对啊，就从取景框上看。取景框的话，我觉得华为是最好的。我也觉得。然后 OPPO 的话是非常暗，然后小米的那个非常卡。对。而且小米那个屏幕，它侧看的话，它的亮度衰减是我觉得3台里面最明显的。确实。但是 OPPO 是因为它本来就很暗，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它衰减。对，也不知道它成片会怎么样啊。对。然后这个小米，它其實你有沒有感覺人物的邊緣都是有那種銳利的那種邊的？而且現在從取景框裡面看到，就是那個小米的畫面綠的，還挺綠的。對，能夠看到啊。對。但是華為有沒有感覺有點偏冷？有一點那種冷的感覺。你覺得呢？白色 T 恤，感覺稍微有點吧。有點吧。好，我們就偏向過曝的情況，我覺得是小米好像比較明顯吧。主要是 OPPO 這個有點看不清。只有 OPPO 看不清，對。小米其實現在也比較暗嘛。暗段，對。華為這個觀感還是比較好的。OK 吧？哇，這裡人真的好多哎。那我就再打一個5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長焦的效果吧。都用他們長焦那一顆原生焦段啊。哎，看到沒 ？OK， 這就是他們現在拍這裡的效果了。我們就錄個2分鐘吧，我們待會兒還要去別的地方呢。這小米真的好卡。老謝，老謝又在拍我們。這邊小米17 Pro 和 Pro Max。直接開始錄像了啊！哎，華為還是可以調到廣角的 ，OPPO 也調到廣角了，但是 OPPO 也掉幀了，OPPO 全是掉幀了。好醜啊！華為的預覽就感覺，哎呀，不知道該怎麼說，感覺臉上瑕疵很多哈。對。然後小米這邊就感覺美顏有點嚴重了，你覺得呢？大家看一下老謝唄。我覺得你要我真評的話，我覺得還是華為的最真實一點。其實都不叫真實，我覺得有點過於真實了。你不喜歡？我不能接受，這種膚色，你知道嗎？ OK。但是華為的應該是最清楚的。好，來就往前走吧。對它確實這個取景框的體驗非常好。就這麼個情況吧。我們往這邊走是對的嗎？你要去哪？我們隨便啊，就是你覺得？好。往那慢慢走。OPPO 就直接30幀了呀，這個我感覺就現在小米反而它的屏幕變得更暗了，最暗的小米。對，最暗的是小米。而且今天真的挺熱的，朋友們。3個的廣角哪個是廣？好像是華為哎，就前置嘛。前置對啊。後置好像也是華為，廣角最廣。是吧？超廣角嘛，也是華為最廣。完了，我們今天都是花吹啊。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完蛋了，我們要被噴了，完了。今天直接還是把老謝拖進來，就是拍照模式啊，不拍人像。來吧，幫我點。好，3、2、1。但是 OPPO 剛剛那種沒有到0.8，我們給他再縮一下，再來一張。老謝，你站這麼筆直是幹什麼？挺胸抬頭。謝謝老謝帶我們進來喝一個他們特色的什麼？第一次來就是這個第一次來，大家都非常興奮，非常好奇。德華樓啊。我們看到什麼豆漿冰咖啡，我還真是第一次喝這個豆漿冰咖啡呢。主要老謝剛剛說要請我們喝隔壁的茶顏悅色，然後我就覺得很抽象，好吧。朋友們，這兩個確實味道還可以哎，我覺得真的還挺好喝的。你覺得好不好喝啊？你覺得？好喝。我也覺得好喝，但是它沒有到很甜哎。但有些人好像要喝。就是身體爆樣啊，要喝熱的。我這個甚至太便宜了，都不配擁有自己的標籤嘛。你這個是酸梅湯啊？我都沒有標籤。檸檬酸梅湯啊，才3塊錢。由於他喝的東西是熱的啊，要一段時間。我們現在這個室內還是由我們的吉啊來刷一下信息流啊，刷小紅書吧。我們在這裡已經刷了20分鐘信息流了，這個特邀嘉賓幹嘛了？這個不知道，這真不知道。我知道啊，你知道？那你說吧。啊，好。現在華為還有38的店 ，OK， 小米還有45，OPPO 還有52 ，OK。我們在這裡等等他，用手機隨便拍點東西吧。哎，我來拍啊，隨便拍一下，朋友們，就這2台手機就開着相機放這了，來隨便拍吧，超廣角什麼都拍一下了。哇，這把你腿拍得好長，不就是這麼長嗎？並沒有啊，都是拍照模式啊，他們默認的。華為默認是原色。
小米這個17毫米的超廣角，就你稍微握上面一點，你的手就已經出現了。小米就是徠卡生動啊，拍得好黃哎！哎，你為什麼我每次拍你的時候，你都是这個表情啊？我什麼表情？就是面無表情，一臉帥樣是吧？一臉衰樣吧。好，再拍一下這裡的裝潢吧。超廣角不是了，我宣布小米已經輸了，好吧？德華樓距離在你心裡0米。OPPO 我拍了個6倍，這些手機反正大家之前都看過了嘛，對吧？哎呀，好難啊，那焦段不太一樣啊。那小米我拍個7倍吧。華為這個是幾倍鏡頭？6倍嗎？它的白平衡在你對過去的時候會有點飄嘞，但是切換到那一顆鏡頭啊，感覺還是蠻清楚的。我們又出來了，給他們來這裡拍點寫真，好吧？來，雙人寫真，情侶雙人寫真，七夕嘛，对不对？好，你再擺唄。等下路人真的以為你們，好，就這樣吧，來，長焦就拍你一個人吧，好吧？反正之前大家都是看過了他們的拍照，跟之前的區別不是特別大。再隨便拍一下這邊的街景啊，還是稍微衝着天上一點啊，還蠻好看的。長焦拍那個樹比較逆光，哇，華為那個 HDR 直接就瞬間冒出來的，它還是會有那種算法的感覺，雖然更新到這個7.0啊。小米這個 HDR 就感覺在取景器上體驗上是比較自然的。老謝剛剛發消息給我，說那個店員給他指的200米的廁所，說起碼有1公里。哦，焦段有一些區別，感覺 OPPO 好像不是特別吃香啊，因為它只有3倍啊，它確實曝光好像是會壓得比較低一點的。這邊也是有很多人在拍照，我就隨便拍一下了啊。這就是很普通的旅遊照片，朋友們。小米還是徠卡生動，華為還是原色，OPPO 還是什麼都調不了。哦，這邊也有很多這種商業拍照的啊，朋友們，我必須得換一下角度了，要不然我有點拍不到一樣的照片了啊。照片可能會有點區別啊。我們拍完了呀，你也回來了？我回來了。這麼遠嗎？看這個汗啊！知道的以為去上廁所了哈，不知道的以為吃飽了。對，他說200公里往左走，然後200公里，我走了1公里，我操，往返跑，太牛逼了。200公里是對的，瘦了一點。這是老謝給我們買的。酸尿，他說他發動了本地人 buff 是可以便宜一點，對，是這樣的，不然我們就要被狠狠宰了，是吧？是這樣的，這麼恐怖嗎？那倒也沒有了。大師創作結束了啊！我們今天已經用了4小時3分鐘的手機了，這個時間是沒有那個記錄桌面的。然後現在是下午的5點42分，小米還有41的鏈。OK， 華為33。哦 ，OK。OPPO 還有47。接下來老謝說要帶我們去看美女啊！哎，看美女？他不喜歡美女，他喜歡。你們不喜歡？趕緊走，不要讓他們喜歡。老謝喜歡美女嗎？啊？你為什麼會知道美女在哪兒啊？開始陷害了。我們去看美女，這手機就不能閒着了，在這看4呎6幀我們的視頻嗎？並沒有讓你去看啊。啊，他不看呀，他看啊，你不看啊？我為什麼不看啊？老謝現在帶我們經過了巴黎。然後和紐約那邊還有帝國大廈呢，但是婦女聯合會。哦，婦女聯合會也在這裡啊。OK， 我們去往帝國大廈了。我們去看25分鐘視頻吧，等會兒老謝帶我們串小路啊。我們就用百度地圖來記錄一下。這要是我們步行軌跡第一次走這種旋轉樓梯，哎呀，你這個視角就一直在拍你屁股。已經來到了帝國大廈的下面了呀，還可以啊。跟隨老謝的腳步走了15分鐘啊，但是我們還沒有到我們要去的地方，但是已經15分鐘了，所以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好吧？先来看一下這個起點的位置，好像差不太多啊，沒有很大區別啊。其實我們今天在這一段的時候呢，是比較開闊的一個場地，但是大家是可以看到3台手機都出現那種從路上穿過去的現象啊。但是硬要說哪個稍微好一點，應該是右邊的 OPPO 啊，它前面這裡還有點在路上的，大家看到了嗎？然後它那個拐上去的幅度也是比較小的，其他2個都往左邊拐的比較多一點了。接下來這一條往左上角方向的是 OPPO 表現比較差一點了，它幾乎沒有在路上啊，其他2台都是比較在路上的，尤其是小米吧，小米是3台手機裡面最在路上的，華為也還不錯啊 ，OPPO 就偏得比較遠了。OK 啊，接下來我們就到了一個旋轉樓梯了。3個手機全都在那裡有一個打結的，這就還可以了吧。接下來就是一條長長的直線啊，好像3台手機沒有很大的區別啊，都還挺不錯的。接下來呢，我們就過了一個馬路啊，過馬路的話，華為和小米它其實沒有很在斑馬線上，我們是在斑馬線上過去的 ，OPPO 是比較在斑馬線上的。接下來這一條路呢，小米有點拉完了呀，它這一條波折非常的多啊，華為還行吧，但是從這個路線上看的話，
華為它記錄的精度感覺是沒有這個 OPPO 高的 ，OPPO 非常密密麻麻的一直在動啊，感覺是比較好的，而且也是比較準確的。按照老謝的話來說，這一節路呢，小米已經開始原創路線了，就跟我們實際的路線非常不一樣，它就非常糾結啊。其他2台大差不差吧，能夠感覺到這個 OPPO 的精度是比較高的。最後我們到這個終點這個位置，是 OPPO 比較好一點啊，大家看到了嗎？它稍微好一點，其他2台都往右邊偏了。那整體來說的話 ，OPPO 其實還是表現的會好一點的。哎，為什麼 OPPO 表現好了呀？之前怎麼感覺 OPPO 是比較拉的呀？那因为我就用它的 T 3呀，那在我手上用的不就是如鱼得水吗？看完这个步行轨迹了呀，今天已经用了4小时51分钟的手机了，现在是下午的6点31分，我的小米还有32%的电，华为还有25%。什么玩意儿25了就？OPPO 还有40的电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手机上面下一个斗鱼啊，然后来開個直播。雖然大家看不見啊。這個鴻蒙的鬥魚好像是沒有直播界面啊。真的假的啊？我們的鬥魚是有的呀。加號都沒有。哦，鬥魚找不了直播，我們就用小紅書直播了。選的都是藍光，我的華為最高可以2K，他們不行啊。你們不行啊？我們沒有2K 選項，只有最高只有藍光。開啟直播。怎麼3人在線啊？我們是把麥克風關掉的啊，不然我跟老謝的秘密聊天內容就會被直播出去了啊。對，不然播完了後面。我剛剛發現華為這個小紅書直播好像是可以調用超廣角，這是0.5倍。哦 ，OK。1倍，但是長焦應該好像就不行。對，但是其他2台手機都是不能調用其他鏡頭的吧？但是看不清是幾倍啊，感覺沒有切那超廣角。它沒有到超廣角。對。小米就算到了超廣角，感覺也不行。小米到了超廣角的話，會看到我的手的。這已經是我在這裡看到的第3家插鹽了，怎麼這麼多插鹽呢？讓你不要忘記你的故鄉。我們已經直播了半個小時，這個華為鎖幀了，鎖60幀了呀。OK。OPPO 也一樣鎖60幀了，這個溫度不比上我打金盞產低啊，這個溫度很燙手啊。OK。但是，哎，這個小米好像沒有鎖幀。但是你在負1屏好像有點卡，剛剛。哎，負1屏那是正常，不是正版小米。小米 OK。播了半小時也夠了，這幾台手機也挺燙的了。現在華為只有8%的電。OPPO30%，小米還有22%啊。今天我們已經用了5小時24分鐘的手機了，現在是下午的7點06分啊，就快到晚上了。對，接下來我們在這兒下一個，vivo 還有27%，但是我沒有參與。我們就比較簡單來下載一個1.6G 的安裝包，這裡人還挺多的，來吧，點。這裡網速華為是最快的，朋友們。搶完了，兄弟們。搶完了，它27兆，然後這邊的小米是400、600、700K， 然後 OPPO 是5兆的樣子啊，這個感覺又可以宣布華為勝利了。對，這差距有點太大了呀，31兆了華為。為什麼會差距這麼大呀？這個地方算平時人流量比較大的地方吧？人流量比較大，而且大家都在用手機。對，確實。所以有點搶信號了。那華為這個搶信號就比較猛了呀，它都快下了70%多了啊。小米這邊就動了一點點，朋友們。OPPO 這邊也不多啊，贏麻了，它只有7%的電了。華為已經下完了呀，小米這邊這麼一點點，OPPO 1/4啊，小米就動了這麼一點點啊，大家看到嗎？不等了吧 ？OPPO 一直就是個4點幾兆。現在我們拉高了負載啊 ，OPPO 這裡呢打開了一個超級 HDR 畫質和這個高分辨率的選項，以及高刷新率。高刷新率可是默認開着的啊。可能是廢話了，然後操控設置裡面超頻響應打開了，並且下面這些東西我全部拉最高 ，OK 沒了。小米就是觸控增強這裡，哎全開，然後哎全開全最高，以及一個遊戲畫面的一個明豔畫面。OK， 你有可以開的嗎？趕緊打吧，兄弟。你開什麼？這個大火戒指真的很醜。一個晴天霹靂啊！剛進遊戲就是60，我繃不住了。OK。有人跟我一樣，你什麼情況？2個晴天霹靂啊，小米也是60。那你呢？還得是看我們中國華為啊。什麼都90。哦。但我也開一下性能模式吧。OK。小米開完性能模式之後回到120了。OPPO 也一樣啊，對吧？誰不是呢？誰不是呢？你都沒開那些高負載？30秒吧，就90了。哦。電太少了5%，情有可原，好吧？好。我剛剛去買了小天使回來，怎麼就60了？OK。遊戲7分鐘。2%電的嘛。性能模式還是開着呢。2%嘛，對吧？可以了。
可以。然后我刚摸了一下这个 X9 Pro 啊，它虽然没有掉帧，但是非常烫，朋友们，它是3台机里面最烫的。但它帧率很稳啊，120，我感觉这么烫，我以为稳不了多久了，但是到现在还是120啊。小米就是105到107帧之间跳啊，但是温度不是很烫。对，它温度确实没有其他2台高哎。现在已经看到死亡倒计时了，还有30秒。OK， 1%的电，今天晚上嘎了。那我们今天就等你们2个打完，好吧？就打完这一把。华为关机是在5小时41分鐘的時候關機了，這個時間是沒有記錄桌面的，就大概5小時55分鐘左右吧。OK， 進入應急模式，5小時55分鐘，就這樣吧。今天到此為止了，等下老謝也要晚上有點別的事情了啊。對。這把榮耀實際是打完了呀，打了13分鐘，然後今天的使用時間是5小時46分鐘，加上10來分鐘的桌面時間的話，就是6個小時左右。現在我的小米還有15%的電。OK。OPPO 還有23%。哦，那它續航還是會比你好一點啊。然後這個華為就已經沒有電了。幹什麼？額外補一句啊，這個 X9 Pro 呢，在遊戲後面可能距離遊戲結束大概有5-6分鐘的時間，它這個幀率就是掉到了90左右，然後非常非常燙。團戰中呢，就是幀率會掉到60左右啊，這整體啊也還行吧，還行吧。OK 了，家人們，現在我們對3台手機進行總結啊，先從我這個華為開始，電池健長99，今天續航時間算5小時55分鐘，進入了應急模式。我這台 OPPO 呢，算上桌面使用時間6小時左右，還剩23%的電呀。我這台小米呢，電池健康是99啊，亮屏6小時左右的時候還剩15%的電。由我這個續航最差的華為先開始總結啊，也是意料之中啊，畢竟電池本來就小一點，而且它今天屏幕亮度特別的堅挺，在任何場景可以說是秒殺他們兩者了。非常多的場景都能看出來。而且我們今天用的還是它的測試版系統。用下來感覺也沒有什麼 bug，就是它的高德地圖車載導航的車道會稍微識別錯誤一點，還有它的進程也會稍微慢一點。它主要是我們一直在那個道上走，它就會跳到其他車道上。載着地圖相關的就是百度地圖的步行軌跡也是適配上了，表現一般般吧。高德地圖步行導航的話表現還行。再說一下它的遊戲方面，金閃閃終於是60了。對，不像以前無論怎麼樣都是45啊。而且打開性能模式，再用它那個插針之後，體感能有100左右吧。對，表現還可以。但是後面人多的時候，一混亂起來，它發熱也有降到60多了。它的王者榮耀的10v10的性能表現有點稍差啊，可能是它這個測試版的問題啊。信號方面還是華為的強項，今天在2次下載它都是最快完成的。微信視頻上傳它也是最快的，而且它在這裡就是它對信號的干擾的那個能力比較好一點。對，它的抗干擾能力做得也比較好嘛。那我們交給下一位選手吧。我只能說這一台 OPPO X9 Pro 的表現跟我自己使用下來的感受是如出一轍的。它今天好的2個點呢，主要第一個就是續航了啊，比第2名是高德 Pro 那裡去了，也就8%吧。8%那是狗叫什麼呢？電池差的不太多啊。另外一個呢，就是它的這個步行軌跡，相對於另外2台來說，略微好一點點，而且感覺比之前也好了一點點啊。對，好的。是不是有什麼武漢的 buff 啊？那有可能吧。啊，不說，好吧，不說。然後它今天表現比較差的地方呢，這個在我們導航中，無論是實時位置還是路線規劃，都是比另外2台要慢了一拍。然後關於這個信號方面呢，也就是華為差一點吧。然後再一個比較差的就是它這個亮度了，確實是慘不忍睹。隔壁老謝也在吐槽說這個 OPPO 怎麼這麼暗呀？我自己其實用下來也是個感受，它的亮度確實不怎麼積極啊。別的方面其實沒有什麼要說的了，但它結合這個售價來說，在現在這個狀況來講，非常的有性價比了。接下來呢，就我這個信號啊最差的小米來說了。今天下午這個在這裡的這個下載，簡直是慘不忍睹，幾百 K 根本就用不了。人多感覺就廢了。怎麼還偷我成語呢？我感覺比較割裂的地方吧，就是它的步行導航表現挺好的，但是它的步行軌跡表現就相對來說很差了。我們今天那個步行軌跡已經很簡單了，就你頻率不夠快，你知道吧？你頻率太慢了，多抖2下比什麼都強。然後呢，就是它的這個性能表現啊，還要再說一下。
感覺它现在这个系统版本的温控挺严格的。是它的王者荣耀10v10一直在100到110帧之间。开了这个性能模式之后呢，它的帧率基本上也不会到120，但是它的发热也没有很严重。接下来呢，给大师来评价一下这个拍照吧。我今天想要老谢来评价一下他们拍照。让我拍照是吧？顺口溜好吧？先想现挂顺口溜这个技能我暂时还没学会，等我以后期待一下好吧。从我自己的观点，还是从今天的表现上面来看，都可以啊。好，那就从今天的表现上面来看嘛，反正就3台手机，我觉得拍照体验可能比画质更重要，所以。相比之下，这个OPPO 它是预览框非常的暗，所以到户外拍照的时候非常痛苦。然后小米呢，它就是它的预览画面的帧率，还有包括它的细腻程度，還有包括它的整個的色彩，我感覺就是有點怪怪的，就那種處理過度，味精會拉濃那種感覺。所以我覺得就是 OPPO 和小米在預覽上面，它是有，在我看是有硬傷的。華為會不會被打成花粉？隨便吧。好，無所謂了，不合適就剪掉。但是相比之下，華為的拍照體驗，我覺得是3台裡面最好的。然後今天沒有測到的微距表現，據我之前測的，不用測了，就是華為好，也是華為更好。所以說華為它單論拍照，就不論什麼續航啊，不論性能啊，不論這個鴻蒙的各種局限性啊，它的拍照體驗，我覺得3台裡面最好的。確實，今天我們還遇到了它。鬥魚是不能直播的啊！對，就屬於上限很高、下限很低的這麼一台手機。然後我來補充一下，好吧，就是這3個手機呢，他們的微信視頻通話有一個點，華為呢它沒有之前的那個哪個系統版本的鴻蒙之後那種非常卡的情況了，但還是比其他2代稍微卡一點，而且它的取景範圍也是會比較近一點的，但是它的畫質又是比較好的、比較清楚的，其他2台就會糊一點啊，最糊的就是小米，但是他們的取景範圍又比較廣，而且比較流暢一點了。其他的表現呢，我就跟老謝其實是一樣的那個態度了，就是我是覺得華為的體驗比較好啊 ，OPPO 就是比較暗，但是它其實取景框是會比小米還是要稍微好一點，它就是暗。依舊是最主觀的打分環節啊，先報告一個最低分，華為70.25分啊，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現在售價比較貴，是3台裡面最貴的啊，會貴一點。全新價格在拼多多查了一下，是接近6250，所以我們不能給它很高的評分了。X9 Pro 呢，我們4個一致協商都給出了75分的高分啊，價格這塊確實給了很多的分啊，也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可能想到現在這個時間節點呢，它的價格可能會飆到5000朝上了，但沒想到居然還降了一點點啊。我只能說。它的這個價格已經逼近很多之前我們所說的終端機了，4699，512G 啊，16+512啊。最後呢，就是小米17 Pro Max 71.25分。OK， 主要的原因還是價格稍稍偏高了一些。表現也沒有特別突出的優點啊，只能給到這個分數了。3台手機你讓我自己去選的話，我很有可能會去選小米，因為我覺得小米的背屏看起來比較騷。然後呢，但是如果我推薦給大家來去買的話，我推薦的更多是 OPPO 的 X9 Pro， 因為續航最猛，然後拍照相對比較穩，然後所有的東西就沒有太多的優點，但也沒有太明顯的硬傷，除了屏幕。但屏幕亮度沒有什麼是手遮一下解決不了的，所以這個也好解決吧？啊，對嘛，對吧？誰讓你到戶外去用，對不對？均衡性的話，我覺得是 OPPO 會更好一些。確實。然後其實華為的表現也不差，但是華為對我來說我不會選，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鴻蒙。OK。但是沒有別的原因。主要 OPPO 也還便宜哦。現在價格是華為的2/3，差不多吧。這個差距還是挺大的。好，老謝也是太敢說了。好了，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隔壁離線玩家。你說online啊，我們每天都見。拜拜，跟大家打個招呼。